凌晨12点，我被一阵手机消息吵醒，迷迷糊糊中，我打开手机，才发现我被莫名其妙的拉进了一个群。酒店经理在群里发了一个居住守则：一、酒店门禁时间是晚上11点到次日7点，若您没有在规定时间返回，请迅速步行至酒店外公共卫生间，期间请不要抬头。二、11点后，无论听到任何声音，都不要靠近猫眼。三、不要给其他客人开门。注意，不要给其他客人开门。收到这条消息，我感到极奇怪又愤怒。这么好的酒店，居然还有这么多规矩。这时经理的头像不知何时变成了一个低头的红衣女人，很多人都跳出来宣泄不满。他妈的，这是什么垃圾酒店？还有这几条破规矩。就是，我们花了这么多钱住进来是享受的，不是来守规矩的。经理呢？你他妈在哪？迅速过来找老子！老子在688号房间。什么破酒店？我现在就要投诉你们！可经理并没有回复，而是继续发言道：4、11点后拉紧窗帘，房间内听到敲击玻璃声，立刻躲进床底，不要出声，直到敲击声停止。5、管家穿着黑色西服，保洁员穿蓝色制服，管家只会按门铃，但不会敲门。6、远离任何穿红衣的人。7、如果电视自动播放春晚，请立刻咬破手指，在手心里写走字。8、不要给其他客人开门。9、入住期间，请注意自己身边好友、家人、恋人的精神状态，若出现梦魇、幻觉等异常现象，请及时通知管家。说完规则，经理就没再开口了。这些守则让人不寒而栗。这时，门外响起了一阵敲门声，我走到门前，透过猫眼看到是我的好兄弟北漠，他的状态似乎不太对劲，双眼瞪得极大，眼球表面猩红的血丝裸露出来。李3000，我和小花已经好久没吃饭了，你有吃的吗？小花是北漠的女朋友，我突然想起规则8，不要给其他客人开门，便回答道：没有，管家马上就会送过来的。他的头瞬间垂下去，头颈与身体呈90度，我被吓得往后退了好几步。几分钟后还是一片安静，我再次看向猫眼，他还在门外，嘴角上翘的看着我。突然他的双眼流出黑色的液体，嘶吼道：我好饿，我好饿。说完开始疯狂扭动着门把手，然后又开始大力撞起了门。我赶紧用身体挡住门板。几分钟过去，门外才恢复了平静，北漠已经走了。走廊里却又响起了一道很轻的脚步声。哥哥，你要玩弹珠吗？透过猫眼，我看到一个小女孩，嘴角还挂着童真的微笑，双眼却是黑洞洞的，什么也没有。她说的弹珠不是玩具，而是她的眼球。哥哥，你要玩弹珠吗？我被吓得逃窜到卧室里，那童声好似穿透了墙壁一样，在我脑海里回荡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门铃响起，管家会按门铃，但不会敲门，看来这管家没有问题。我放松警惕，准备去开门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还是看向猫眼。门外的男人面无表情，身边摆着食物的手推车，他穿黑色西服，但内搭却是一件血红色的衬衫。你好，我是您的专属管家，这是给您准备的午餐。他僵硬地说着，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猫眼。我的心悬起来，远离任何穿红衣的人。见我没动静，管家又重复了一遍：你好，请开门取午餐，今天的食物很新鲜。他掀开手推车的盖子，上面却摆着的全是器官和四肢，鲜血淋漓，还散发着热气。见我没开门，那个怪物变大口，开始啃食午餐，那样子像许久没吃肉一般。突然他停止了啃食，抬头死死地盯着猫眼，仿佛知道我在看他一样，还露出了一个诡异的微笑，拿着食物说道：快开门，我这里有好吃的。我吓得赶紧蹲下，确定反锁好房门后，快速跑回了卧室。上集说到我在酒店遇到诡异的事情，我很害怕。回到卧室后，群里又有人发言了：你们酒店的管家素质有待提高啊！我在洗澡没有及时开门，他就一直敲门到我开为止，领完午餐以后还不走，笑得怪瘆人的。管家会按门铃，但不会敲门的。正当大家都在提醒他规则的时候，他发来一张图片，一个人头躺在地上，还附带一句话：你们看我今天美吗？我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这个酒店发生的事太过恐怖，一系列恐怖现象冲破了我的心理防线，我要逃出去。正当我收拾东西的时候，
群消息又来了，1306的那个女人已经死了，我听见了她的惨叫，你们酒店有凶手，赶紧给我退房。其他人也附和道：就是，你们酒店太吓人了，还弄出了人命，快给我退房。但是经理始终没有说一句话。好，这钱就算我白花了，我现在就走。随后发了一张行李箱的照片，我向他提出了好友申请。哥，你是要出去吗？带我一个。他迅速通过并回复道：兄弟，我已经出来了。我有些怀疑，真的这么容易吗？随后他又发了一张照片，是酒店1楼的，居然一个人也没有。这破酒店一大堆，规矩不说，服务也这么差，1楼一个人都没有。入住那天人声鼎沸，一夜之间所有人都消失了。我有些害怕，突然那大哥给我发来了语音通话。我好像迷路了。什么迷路了？1楼有指示牌啊。我按着指示牌朝大门走，结果这里是个公共厕所。视频中他眼神惊慌，走进厕所里也是空无一人。我看见厕所隔间下面有一双脚安静的站着。大哥，你看你身边。话还没说完，那隔间门猛地，我根本没看清那是什么东西，只听见惨叫一声，我颤抖的挂断了电话。几分钟后，他却发来了一段视频，视频里他安然无恙，却眼神木讷，紧盯着镜头说道：这是逃出去的下场。我吓得浑身冒着冷汗。与此同时，经理终于有了动静，酒店记录了全部顾客的信息，未到退房时间禁止擅自离开酒店，违者自行承担风险。看来逃出去这个方法是不可行的。这时一阵敲门声又响起，我靠近猫眼，来的居然是刚才的大哥。透着门，我闻到了一股强烈的饭菜香味，不免让我觉得饥肠辘辘。他抬头说道：秘制叉烧，秘制叉烧。一直重复着这4个字，说了几分钟，他才缓慢的离开。他走得很慢，走远我才看清，原来他的双腿被锯掉一半，隐隐约约看见其中深白的骨头。走廊里回荡着骨头摩擦地板的声响。这时看见满是血迹的地上有一张字条，我悄悄打开门，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混合着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，我忍住恶心，飞快捡起纸条后关上了门。原来这是一张菜谱，都是些粤菜。我困惑的将纸条收好，这时又传来门铃声，门外是黑色西服的管家托举着餐盘，发现没异常后才打开了门。先生，您的午餐到了。推车上放的大部分都是海鲜，可我从小就对海鲜过敏，只拿了几个面包后，将剩下的海鲜都打包放在了门口。刚回房间里，门外就响起一阵飞快的脚步声，随即是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。我看向猫眼里是北漠，他疯狂的往嘴里塞海鲜，口水都滴在了地上，但他的眼球却变成了灰白色。我头皮发麻，踉跄的坐在沙发上。这时群消息又响起，因当地管制，接下的5天时间内，请顾客待在酒店，严禁外出。每日的早餐时间是8点，午餐时间是12点，管家会准时送餐至您门前，任何超时都是不被允许的。若你想吃晚餐，请于6点到1楼大厅的西餐厅等候。酒店没有中餐厅，请点1碗佛跳墙。管家会来找您，每天都会提供新鲜的海鲜特产，管家会一一介绍。若早午餐里出现不知名的肉类，请倒掉，远离双眼灰白的人，不要被他们听到。原本以为1天过后就能出去，但现在经理又让我们多住几天，不知道接下来的几天里又会有怎样的恐怖经历。上集说到有人擅自离开后遇到恐惧生物，随后经理就在群里公布新的守则。我的丈夫说他喘不过气来，请问哪位朋友有治疗呼吸困难的药吗？重金交换。但是群里没有人理会，随后他又发了一张照片，内容是满地的鲜血。他刚刚跑进了浴室，然后地上漫出很多血。快点离开房间，你丈夫变异了。先去浴室里看看什么情况，如果不对劲，你再跑也不迟。他死了，他死了，在浴缸里，他变成了怪物。他抓住了我的手腕，救命，救命！一阵水流声混着尖叫，大家听完语音后都止不住的害怕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才有人发言：朋友们，我刚去阳台看了一眼，3508的那家人根本没事，他们还在冲我挥手呢。等等，他们的眼睛怎么是灰色的？他们爬过来了！救命，救命！还没等我情绪稳定，阳台处出来啪嗒啪嗒的声音，
我动作僵硬的转过头去，却看到了失去小腿的大哥。他现在双眼灰白，眼形突出。他用2只巨大又畸形的手向我爬过来，我屏住呼吸，却控制不住的颤抖。突然想起规则，远离双眼灰白的人，不要被他们听到。难道这群怪物势力不好听力极佳吗？我捂住嘴，靠着沙发，小心翼翼的蹲下。怪物向我越来越近，我吓得冷汗直流。突然我想起了自己的手机，随手就将手机扔了出去。那怪物十分敏捷，迅速朝手机扑过去，他嗅了嗅就没在意，又开始向我靠近。我害怕的捂住口鼻，不敢有半点声响。怪物好像不甘心的在房间游荡了一会后，还返回阳台外。我胡乱的喘着粗气，躺在地上好一会才平复下来。捡起手机后，我决定报警，诉说了我的遭遇和地址后，我的心瞬间安定了。等待的期间，我走向阳台，向下望去，居然有一个泳池，在黑夜衬托下深不见底。我不由得想起这群怪物的特点：灰白眼、双腿被锯，还有鱼鳃一样的伤口。难道这群人死后变成了鱼？种种疑团堵住了我的喉咙。回到房间时，我颈部有些痒，绕了绕后发现手中多了几丝黑发。我僵直的抬起头，一个浑身鲜红的女人倒挂在屋顶上，一双血淋淋的眼睛死死的盯着我。一睁眼，我躺在自己房间。那是一个梦吗？入住期间注意自己身边好友、家人的精神状态，若出现梦魇、幻觉等异常现象，请及时通知管家。我拨通的管家的电话，向他说明了情况。很快管家就到了门口，他带来了一些生活用品，分一盘海鲜，盘底下压着一张纸条。再遇到梦魇幻觉，打碎任何一面镜子。我道了歉。先生，您不爱吃海鲜吗？我想留着晚上吃。现在已经11点了，11点以后，无论听到任何声音，都不要靠近猫眼，还要拉紧窗帘。说完，管家露出凶狠的表情向我靠近。为什么不吃海鲜？为什么不吃海鲜？他嘴里不停说，我害怕的后退着。下一秒，电视剧突然打开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是春晚，如果电视自动播放春晚，请立刻咬破手指，在手心里写走字。那管家听到电视机的声音后，表情汇集起来，双手抱头嘶吼着，张牙舞爪的向我走来。紧急时刻，我咬破手指，在手心里写了个走字。管家这时突然惨叫一声，慢慢消失在我眼前。几天后，我来到西餐厅，令我惊讶的是，餐厅里竟然座无虚席，大家都低头吃饭。正当我漫无目的的走着，突然一个人狠狠撞向我，是小花。你怎么在这？我想起变异的北漠，后退了一步。我和北漠没有住在一起，那天我们吵架了，一气之下我搬到套房里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感叹道，总算遇到正常的人了。我是来找中餐厅的，那天有个小女孩说她的弹珠滚进了我房间，我帮她找到了，然后她给了我一张纸条。小女孩弹珠？我急忙问，那小女孩长什么样？有没有眼睛？她顿脸色苍白。走廊灯坏了，我没看清她长什么样。难道那个弹珠是？没错，弹珠就是小女孩的眼睛。我跟小花寻找中餐厅，来到指示牌处。这指示牌由上到下分别写着正门、前台、西餐厅、公共卫生间、后厨。这上面有东西。我凑近去看公共卫生间的牌子，空气中飘起细微的粉末。我擦了一下那块牌子，观察着手上灰色的粉末。这是什么啊？香灰。我摸了摸其他牌子，并没有出现香灰。又想起那日卫生间里的怪物，我断定中餐厅就藏在卫生间里。只有你才会把餐厅和厕所放在一起吧？这就是事实。我鼓起勇气来到卫生间，空无一人，所有隔间都没有异常。那个有怪物的隔间里也正常。难道需要特定的召唤方式？我打开摄像头，对着镜子里的足迹，心脏剧烈的跳动，可并没有什么变化。这时小花发信息给我，这里的镜子不太对劲，是一个双面镜，而且镜子后面还有东西。我关了厕所灯，打开手机电筒照向镜子，果然里面出现了中餐厅。正当我想看清里面的时候，那个红衣女人突然出现在镜中，她的眼睛在不停地流出红色液体，迅速向我走来。女鬼的脑袋疯狂撞击着镜子，裂痕越来越大，我吓得赶紧逃了出去。不知跑了多远，我刚停住，喘着粗气，一只手突然搭在我的肩上。黎3000，
你怎么跑这么快？熟悉的声音让我放下心来，我把刚刚的遭遇告诉了他。他双眼瞪大，真的有女鬼吗？我在卫生间门口，就看见你慌张了跑了出来，叫你也不停。马上11点了，我们先回去再说吧。相互同意后，我回到自己房间。由于今天惊吓过度，躺床上没多久就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当我再次醒来时，是在一家餐厅里，发现小花躺在附近，她浑身都是伤口，很明显她已经死了，手里还拽着一张纸条。3000，当你看见这张纸条的时候，应该是3天后，而我受到了惩罚，已经死了。那天在卫生间，我们并没有逃过女鬼的追杀，我们被抓到中餐厅，中餐厅2楼有真相，能不能逃出去，结束这一切就看今天了。希望你活下来。看到最后一句，我的眼眶湿润了。我看着纸条内容，2楼到底有什么东西？但是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。当我来到2楼房间时，在桌子上看到一本日记本。1月10日，中餐厅新进了一批海鲜，有鲍鱼、海参等是佛跳墙必备食材，又可以大卖一波了。除此之外，我把生蚝、大闸蟹送给了西餐厅，这些东西他们的常客很爱吃。1月12日，那批海鲜出了问题，我的顾客们中毒了。1月14日，这不是中毒，是瘟疫。我曾经的顾客被寄生虫掏空了身体，在我面前死去，我亲眼所见。西餐厅的人脸上长满了鱼鳞，这是瘟疫。1月16日，我的妻子离我而去了，他们并没有死，他们还有意识，只要用东西撑起他们的皮囊，他们就能活着。都醒来吧！海鲜，海鲜，我要吃海鲜。看到最后，我认为中餐厅老板极有可能也变异了。但一双大手压在我肩头，又是那股鱼腥味。李3000，我害怕的转身，看到的却是北漠。我知道你会来。北漠，你不是？是，我已经不正常了。中餐厅的香料可以让我恢复些理智。3000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，等最后一批香料燃尽，这座酒店将彻底沦陷。我内心有无数疑问，他好像看穿一样，继续说道：这家中餐厅是我父亲留下的，我邀请你和小花来，不过是想看看店里的情况。没想到灾难来得这么突然，酒店对活人立下规矩，对已经感染的人采取投喂措施，每天给他们吃。时间马上到了，到时会有一辆车运送海鲜进来。3000，这辆车是你逃离这里的唯一媒介。他指向房间中间的悬挂的画卷，这后面有个密道通往停车场，你一定要逃出去，不要忘记点燃停车场的车。该结束了。说完，他的眼睛马上变成灰白色。这时来了很多跟他一样的人，我赶紧拉下画卷，钻进密道中，爬出密道，来到停车场面前一辆运输车。我奋力跑进车里，离开了这个恐怖的酒店。嘘，别出声，楼下有人。我睡得正熟的时候，男友突然捂住了我的嘴巴，他的手紧紧地捂住我，手心很湿，看得出他非常紧张。我看了眼手机，现在是凌晨1点半。我们住的是小型复式公寓楼，楼下大厅有保安24小时守着，但现在男友却告诉我楼下有人，房间的门依然紧闭着，却没有上锁。房门底下的缝隙里透出来了一丝光亮，我记得很清楚，灯是我临睡前亲自关掉的，而现在楼下有一个人打开了灯。这个人是谁？他要做什么？男友压低声音告诉我，我去把门锁住。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们房门的钥匙是插在门外的锁眼上的，要锁门必须要先把门打开，然后拿进钥匙再锁上，这不可避免的会发出一点声音。我紧张的冷汗都冒出来了，拿出手机通过短信的方式报了警。警察很快就回复我了，说他们已经往这边赶来，但是需要半个小时。这间公寓是我和男友租来的，我们没有家物业的地球号，也没有楼下保安的电话。这半小时很可能我男友开了门之后，楼下的人就察觉到了。半小时足够他把我们2个杀死。我拉住了男友的手，满脸都是惊慌，男友也很紧张，他嘴唇都在哆嗦着，但是还是安抚性的拍了拍我的胳膊。我看着男友小心翼翼的走到门边，然后趴在门缝下往外看。楼下传来了轻微的响声，那声音听上去很奇怪，就像是用指甲在挠什么的声音。再然后是行李箱拉链被拉开的声音。楼下那人在翻找行李箱，但是行李箱里放的是我上周出差带的衣服。
我还来不及收拾，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。男友迅速的开门，拔钥匙，关门锁门，完成这一连串的动作，我们俩都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但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发出了一点声音。我只能拼命祈祷楼下那人没有听到，但是他听到了，因为我们听到了上楼的声音，哒哒哒，脚步声很沉重，应该是个男人。我看了眼时间，离警察到达的时间还有25分钟，而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朋友和认识的邻居可以帮忙。男友为了以防万一，让我藏在了床底下。我们之前养了一只猫，为了不让猫进床底，我们买了那种亚克力板，将床下围了起来。男友拆掉其中一个板，让我钻进去。我拿着手机，浑身发抖的钻了进去。此时离警察到达的时间还有20分钟，而我们都清晰的听到那个脚步声戛然而止，仿佛停在了门口。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了，额头冷汗不断的流下。这时门口响起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声音，楚楚。听到这个声音，我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，从精神紧绷一下子松懈了下来。这声音我非常熟悉，是我最好的男性朋友何泽的声音。他是一名交警，何泽作为我的朋友，跟我和男友都认识。之前猫还没送走，我们出差的时候帮我们照顾过猫，因此他也知道我们家的密码。虽然不知道何泽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不打招呼的过来，但我紧提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。我正准备从床底下钻出来的时候，就听到何泽语气十分凝重的说道：楚楚，陆岩在房间里吗？陆岩是我男友的名字。我刚要开口回答，一只手突然伸了过来，捂住了我的嘴巴。是陆岩。此时他的表情十分的异样，对着我摇了摇头。何泽继续说道：楚楚，接下来我说的话你一定要听好了，如果陆岩回来，你一定不要让他进来，马上报警。我愣住了，下意识的问道：为什么？何泽沉重的说道：刚刚北城路发生了一起交通逃逸案，受害人是一个60岁的老人，肇事者不小心撞伤他之后，非常恶劣的碾压了3次，造成老人死亡。我刚刚看了监控，肇事者是陆岩，陆岩骑车逃跑了，我猜想他也许回家了。我整个身子都冰冷了下来，难以置信的看着陆岩，这个向来非常温和的男人。他是温和的陆律师，是路上碰到生命垂危的流浪汉都会亲自给他做人工呼吸的男人。我怎么都不相信陆岩会肇事逃逸，还会如此残忍的活活将一个60岁老人碾压致死。可是何泽也没必要骗我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。在认识陆岩之前，我有困难的时候，是何泽第一时间出现在我身边。我呼吸急促的看着陆岩，眼神迫切的向他求证。陆岩叹了口气，伸手想摸我的脑袋，却被我躲开了。他沉默着在手机上打下一段话：楚楚，你相信我，杀害老人的不是我，是何泽。当时我看到了何泽的车牌，我没有选择报警，是想要给他一个机会。现在想来，何泽当时便发现了我，他是过来杀人灭口的。这段话让我再次迷惑了起来，一时间我不知道该相信陆岩还是何泽，但心理上我还是倾向于相信陆岩。我冷静下来，想起了我之前听到的行李箱被拉开的声音。之前我出差的时候是开车去的，而我向来有吃水果的习惯，我用不惯外面的东西，所以习惯性的在行李箱里备上一把水果刀。这个习惯何泽和陆岩都一清二楚。为什么何泽要拿一把刀上来？难道真的如陆岩所说，何泽是过来杀人灭口的？此时门把手被人不断的拧动。楚楚，你开门，刚刚我收到一个关于陆岩更重要的消息，你让我进来。门把手被人拧动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何泽的语气越来越焦急。让我进来，白楚楚。我害怕的躲到陆岩怀里，然后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和一股香味混在了一起，让我有点作呕。我松开了陆岩。为什么今晚你突然喷了香水？我确实是为了掩盖身上的血腥味，不过不是何泽说的那样。白初，你相信我吗？你身上怎么会有血腥味？我冷静地问道。陆岩叹了口气，向我展示了他的手臂。下班的时候看见一个小猫卡在缝隙里了，救他的时候被他抓伤了。这听上去非常像陆岩的作风。陆岩就是那种十分心软，看见路边的流浪动物都会投喂的性格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十分抱歉地看着陆岩。陆岩，对不起，我太忙了，所以没有注意到你的伤。门外的何泽听到了我们对话，他转动门把手的速度越来越激烈。楚楚，你千万不要相信陆岩的话。陆岩，你特么真的是一个人渣，他手上的伤口根本就不是猫抓伤的，是那个老太太
陆岩撵了他3次之后，下车去看他到底死了没有。那老太太还剩最后一口气，就死死地抓住陆岩。楚楚，你不是警察，你真的能分辨得出人和动物抓伤的区别吗？何泽越说越激动，我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，距离警察到来还有15分钟。我开口道：何泽，我们都冷静一下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还有15分钟就会过来。白初，你为什么要报警？这句话让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。何泽，你真的杀死了那个老人？我没有，是陆岩，你不能让警察进来，你不能。我不想与何泽多说什么，冷静地等待警察的到来。突然，我看见衣柜突然开了一条缝隙，有一双脚，我的心脏剧烈跳动了起来，不自觉地离陆岩远了一点。此时距离警察到来还有12分钟。陆岩，衣柜里是什么？我死死地盯着陆岩的表情，陆岩似乎早就意识到我会问这个问题，他拉开了衣柜的门，是一具人体模型，但我的紧张却丝毫没有缓解。楚楚，还记得我上周接了一个凶杀案的官司吗？这人体模型是我用来做凶案模拟的。我选择了相信陆岩。此时距离警察到来还有8分钟，只要再坚持8分钟，真相就大白了。但外头的何泽随之而来的话却让我再次沉思了起来。白初，你真的了解陆岩吗？我和陆岩谈恋爱1年，说实话我对他的工作了解很少，更没有他同事的联系方式。现在想起来，陆岩从未带我见过任何朋友。陆岩是一个孤儿，没有父母，他一直在孤儿院长大，然后靠着自己一步步成为现在的金牌律师。所以我一直很佩服陆岩，也很庆幸我有一位长相工作都上乘的男友。楚楚，我知道你很难相信我，我现在就把证据发给你。陆岩他一直在欺骗你。何泽把所谓的证据发给了我，是陆岩的照片，在一幢废弃的居民楼里，他神情阴翳，跟平时我看到的陆岩判若两人。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。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？陆岩的手插在口袋里，那里凸起了一个形状。他缓缓地靠近我。楚楚，你听我解释。陆岩，你口袋里藏着的是什么？我清楚地看到陆岩的手一颤，而门外何泽的声音再次响起。楚楚，其实我骗了你，我不是一名交警，而是一位重案组警察。我观察陆岩已经很久了，他是我们的重点怀疑对象。我们怀疑陆岩是一位穷凶极恶的歹徒，而你则是他的下一个目标。白初，这个废弃的居民楼正是我们发现尸体的地方，但我们没有公开，因为这个杀人犯有个特殊的癖好，他藏尸之后喜欢隔3天来欣赏自己的杰作。何泽的话让我身体一阵阵发冷。陆岩拿出了放在口袋里的东西，那竟然是一个包装精美的 T2 戒指礼盒。我突然想起，今天是我们在一起1周年的纪念日，我是相信陆岩的，但他确确实实骗了我。我痛苦地问道：陆岩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照片中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何泽说的是真的吗？距离警察来的时间还有1分钟，按理来说警察至少已经到楼下了，可我却没有听到任何警笛的声音，但收到了一个短信：小姐，我们已经在1404门口了。我大声喊道：我就在这里，你们快点进来，密码是456-321。陆岩的表情变得很奇怪，他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：小姐，我们已经进来了，但是你在哪？这条短信赤裸裸的刺痛了我的眼睛，我慌了，我朝着楼下大喊：我就在这里，我在这里啊！但短信很快又发了过来：小姐，希望这不是一起恶作剧，我们已经在你家里了，可是里面没有人。我后背发凉地问道：何泽，我现在到底在哪里？楚楚，我们在你的家1404。你撒谎，你们都在骗我，这里根本就不是1404，对不对？我手指甲狠狠地嵌进掌心，却丝毫没有感觉到疼痛。门外站着的是我10年的好朋友，门内站着的是我相爱1年的男友。可是现在我谁也不能相信，他们2个人都有秘密瞒着我。我直接拨打了110的电话，电话那头的叔叔有点不耐烦地说道：小姐，请你不要浪费我们的警力，我们现在就在1404，可是并没有看到你。我忍住颤抖，带着一丝哭腔说道：我不知道我在哪里，但是我真的很需要你们帮助，你们可不可以定位一下我的手机？然后叔叔的一句话让我仿佛掉入了深渊之中。小姐，你现在在距离市中心300公里的一个不知名的海岛上。我在海岛上。说出最后3个字，仿佛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。我多么希望这是一个离奇的梦，这里的一切都和我住的1404一模一样，能把1404复刻到如此细致的程度。这个人肯定对我了如指掌，对我如此了解的人，除了陆岩就是何泽。小姐，
你放心，我们已经派救援直升机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了。但是小姐，我接下来的话你务必要听好了。现在在你的身边有一个连环杀人犯，他叫做林玲，我们已经追踪他5年了。但是这5年，他不断的去整容更换自己的外貌，甚至通过杀害受害者来顶替受害者的身份。小姐，林玲非常残忍，但又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而且她很喜欢角色扮演。上一个案子，她曾经扮演受害者的丈夫长达半年时间，她非常喜欢这种感觉。之所以受害者都没有发现蹊跷，是因为林玲她能完美复刻他人的声音，而且她在选择受害对象之前，会进行严格的筛选，从体型、声音、身高，她都会选择尽量接近的人。我们已经与总局取得了联系，我们认为林玲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你。我用力地咬住舌尖，疼痛让我保持清醒和冷静。我现在身处海岛，那外面的菏泽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除非他就是林玲，是他把我和陆岩转移到这里，又自导自演的演了一段戏，把我和陆岩当作老鼠一样玩弄。陆岩握住了我冰冷的手。楚楚，叔叔说了什么了？我们到底在哪里？我压低声音说道。陆岩，菏泽就是林玲，我们要从这里逃出去。菏泽的声音越来越急躁。白初，这里确实不是1404，我一开始没对你说实话，是怕陆岩伤害你。不应该叫他陆岩，他是林玲。我对这个男人非常了解，他很喜欢演戏，喜欢演到病态的程度。我知道他要把你转移到这里之后，我就偷偷藏进了直升机里。楚楚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这是我的警员证。门缝下塞进来一个证件，我拿起来一看，的确是菏泽的警员证，但很可能是林玲早就杀了菏泽，然后伪装成了菏泽。白初，听我说，所有的一切我都会和你解释清楚，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还记得第一次我们在地铁相遇，我和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？你说我的眼睛是你遇到的最漂亮的一双眼睛。陆岩勾起一丝温柔的笑容，然后猛地把我拉到了窗边。白初，快跑！门突然被菏泽用力撞开了一条缝隙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鼠鼠的声音再次传来：小姐，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杀人犯到底伪装成谁了，他是……突然电话戛然而止，我的手机竟然在此刻没电了。白初，快跑啊！窗外是一片空地，这个高度跳下去顶多会到擦伤的地步。我没有犹豫，跳下去后摔在了草地上，对着陆岩大喊：陆岩，你也赶快下来！陆岩一脚已经跨过窗台，菏泽猛地将陆岩拽了回去。我是不会让你伤害白初的，老子保护了他10多年，怎么可能会让他受伤啊？两人激烈的扭打在了一起。听到这句话的瞬间，我整个人愣住了，但我来不及想那么多了。我拿着手机，手足无措的往前跑。警察应该很快就到了，我必须找一个地方藏起来。然后我找到了一个狭窄的洞穴，我躲了进去，手机还是黑屏状态。我憎恨自己为什么睡前没有充电。我哭了一会，冷静下来，开始整理思路。假如说菏泽就是林玲的话，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杀掉菏泽的呢？整容需要恢复期，更别提这种将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的程度。我和陆岩认识2个月的时候，我出差了2个月，这是我和陆岩唯一分开比较长的时间。而菏泽其实我和他见面的次数并不多，所以林玲替换掉他其实更容易。而昨晚我回到家的时间是7点05分，跟领导汇报完工作，陆岩这时也到家了。我没和陆岩过多的讲话，洗完澡关好灯之后就睡觉了。睡前陆岩是搂着我的，也就是说我被转移到海岛，是我睡着的这段时间，林玲在海岛上复刻了1404公寓，特意把我转移了过来。但他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？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不远处响起了脚步声，我捂住嘴巴，屏住呼吸，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最终在我藏身的洞穴面前停了下来。我看到了一双鞋，是陆岩。我松了口气，正准备从洞穴里钻出来的时候，我听到了陆岩的声音：白初躲到哪里去了？我刚要开口说话，告诉陆岩我就在这里的时候，又听到了菏泽的声音：不知道这个女人比我想象的要更加狡猾啊！我宛如被一盆冷水当头浇下，怔愣在了原地。他们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？刚刚他们不是还厮打在一起吗？没想到这个女人能这么利落的就抛下你独自逃走了。哈哈哈，严哥，你的魅力好像不够啊！当记者的总是比较谨慎一点，不过我们玩得很开心，不是吗？好几次我都快要演不下去了，要不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太认真了，我都差点笑场。对了，和一个记者在一起的感觉怎么样？菏泽笑着问道。我紧紧地捏紧拳头，全身因为愤怒和疑惑发冷。这时我的手机竟然意外亮了起来。苹果手机偶尔会有这种情况，有时候突然没电之后，过一段时间又突然能开机。
我看到来自警察的短信。小姐，我们刚刚得到了一个消息，林玲并不是一个人作案的，是2个人，他们是一对兄弟，哥哥叫做林玲，弟弟叫做林晨。他们在半年多之前就杀死了何泽和陆岩，并伪装成他们在你身边生活了下去。请不要相信他们任何的话。昨晚在前往你公寓的时候，林玲和林晨撞死了一个60岁的老人，并在他身上碾压了3次，导致老人死亡。这是一对穷凶极恶的兄弟，我们马上就要赶到海岛了，请你一定要躲藏好自己。我的身体无法抑制的颤抖，一股强烈的恶心感涌上了心头。我竟然和一个杀人犯同床共枕了这么长时间。突然，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了洞穴口。我愤怒又怨恨地看着眼前的男人。你是林玲还是林晨？我是林玲。他的脸上是令人厌恶的得意，那是猫玩腻了老鼠之后，终于露出了爪牙的得意。白初，你知道陆岩是怎么死的吗？他死前一直在恳求我放过你，自己都被我摧残的不成样子了，还在哭着求我不要伤害你。白初，你真的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女人，有2个男人都在保护你，何泽也是啊。当警察的忍痛能力太强了，但是一提到你，他就变得卑微起来。他让我随便怎么折磨他都无所谓，只求我能放过你。我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。林玲、林晨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你们都不害怕吗？林晨夸张的哈哈大笑起来。白初，你真的觉得警察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什么意思？白初，没有警察，从来都没有。喂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所谓的跟你交谈的警察就是我啊。林晨晃了晃手机，然后对我发出了和电话里警察一模一样的声音。小姐，请你务必要小心。怎么可能？就算你会尾声，但我发的短信和拨打的电话分明就是报警电话。初，趁你睡着的时候，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卡换掉了。你的这张手机卡被我们特殊设置过，不管拨了什么电话，都会转接到凌晨这里。你们特地为我设这么大一个局，有意思吗？有意思，当然有意思了。白初，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，聪明人有聪明人的玩法，你应该感到庆幸，这是我们给你的至高无上的荣耀。林玲说着，拿出一把刀，让我看看聪明人的大脑有什么不一样吧。但下一刻，林玲神色异样的看着我，一把手枪对准了他的胸口。别过来哦，只要你动一步，我就直接开枪。林晨，你也不想你哥哥在你面前死去吧？林晨不敢动，阴狠的看着我。林玲先是一愣，然后大笑了起来。初，你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啊！你是怎么发现我们的？如果身为一个记者，连这点敏锐度都没有，我也可以不用干了。虽然你们已经模仿的够像了，但是还有2个致命的问题。陆岩对花生过敏，但你吃花生面不改色。何泽最讨厌看恐怖电影，凌晨的电脑里却全是恐怖电影。林玲、凌晨，人是不可能完美的变成另外一个人的。你们喜欢演戏，很巧，我也是。初，你真的很让我喜欢。我早就已经发现你们今晚要对我动手，所以我早就联系了真正的警察，他们马上就要到了，你们就束手就擒吧。林玲笑了起来，突然她猛地用力掐住了我的脖子，我立刻开枪，可是却没有响。初，你觉得我会这么不小心吗？枪我早就已经换过了，在警察来之前，杀死你已经足够了。这个海岛是我们精心设计过的，我们有足够的逃跑机会。初，其实我真的挺喜欢你的，要是我是个正常人，估计会找一个像你一样的女朋友。可惜我不是一个正常人，初，我就让你死得轻松一点吧，这就是我对你的喜欢。林玲抓住我脖子的手缓缓收紧，突然她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，她的背上正插着一把刀。林玲，你太自大了，所以也没有发现我并不是林晨。林玲想要站起来，又被林晨打晕倒地。我呆呆地看着林晨，从他脸上看出了一丝十分熟悉的感觉。你是何泽？初，现在认出我来了。你没有死。巨大的狂喜涌上我的心头，我泪流满面。这时，天空响起了直升机的声音，许多个特警从风而降。初，我知道你有很多想问的，回去后我会把所有真相都告诉你。半个小时后，我们到了警局。我其实是一名警察，但对外的身份是交警。我是假装被林晨抓走的，然后趁林晨不备杀死了他，然后又伪装成林晨，一直生活在你和林玲身边。至此，追踪5年的特大刑事案件终于告破，可陆岩再也回不来了。我们整个小区都阳了之后，物业在小区群里发了一个居家安全守则：1、10点后，不管你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，都不要去看猫眼。2、我们发放的感冒药是白色的，如看见红色感冒药，请立刻冲入下水道。3、不要给任何邻居开门，信息发送者是小区物业的李经理。李经理的头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一只眼睛，那只眼睛几乎占据了整个头像框，看着有些瘆人。业主群很快有业主们提出质疑，
但很快群就被设置成了全员禁言状态。4. 工作人员会统一发放食物包，若食物包里出现不明肉质，请勿食用。5. 居家期间，请注意家人的精神状态，若家人出现倒立行走或大笑不止等异常状态，请拨打工作人员电话。6.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敲3下门，如果你听见了第4下敲门声，请不要开门。7. 不要接听客厅座机的电话。8. 工作人员发放的口罩是白色的，如果出现红色口罩，请立刻将其丢弃。9. 电视一共有43个频道，如果你看见家人正在看第44个频道，立刻拔掉电源线，若拔掉电源线，电视依旧在播放，请尽一切可能破坏电视。10. 请仔细核对家人的数量，时刻保持清醒，如果发现家人的数量不对，大喊我爱我家，并立刻前往房间的窗户跳下去。11. 如果家人开始穿上你从未见过的红色衣服，立刻躲到房间里。12. 家人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，请单独让他待在房间内，并锁上门，不要给他开门。我正奇怪地看着这份古怪的居家安全守则时，门外响起了一阵一簇的敲门声。我从猫眼往外看去，门外站着的是隔壁邻居王姐。王姐似乎感觉到了我站在门后，脸一下子凑了过来。小雅，你家里还有多余的感冒药吗？你王哥不知怎么的有点发烧了，给我弄1颗就行。王姐的声音有些嘶哑，还伴随着剧烈的咳嗽。我想到了居家守则第3条，不要给任何邻居开门。我虽然疑惑这个守则，但家里也确实没有感冒药。王姐，不好意思，我家里也没有感冒药了。猫眼里王姐的眼睛猛地睁大，我甚至能看见她眼里布满的猩红的血丝。行，我找别人借去，他发烧好几天了，病得有些严重了。王姐说完，步伐僵硬地往前走去。直觉告诉我，王姐的状态不太对劲。就在这时，身后响起我妈的声音：“你等等，先别走，感冒药我们家有，我之前买了点，我家姑娘不知道。”我看到王姐猛地停住脚步，似笑非笑地转过身来。我压低声音，恐惧地说道：“妈，不能开门。”我妈奇怪地看着我，我这才想起她不在业主群里，所以没看到那些规则。人王姐平时对我们挺好的，就1包感冒药而已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小气了？邻里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互帮互助。我用力地抓住我妈的手，不让她开门。突然门被撞得砰的一声，猫眼里王姐面无表情，头一下又一下地撞在门上，她的额头很快出现了血迹，但她像是感觉不到疼痛一样。开门，给我药。她机械地重复这么一句话，这下终于连我妈都觉得不对劲了。女儿，你说这王姐该不会疯了吧？老妈刚说完，我听到了右边邻居打开门的声音。怎么回事？大晚上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？王姐停下了撞门的动作，然后她的身影就消失在了猫眼里。喂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要干什么？下一刻，一道凄厉的惨叫声传来，然后是死一般的寂静。大概几分钟之后，王姐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猫眼里，她的手上托着一个人，是隔壁的年轻男人。我捂住嘴，心脏狂跳，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。在经过我面前的时候，王姐再次停下了脚步。我迅速蹲了下来，紧张的后背全是冷汗。等王姐走远后，老妈惊恐地说道：“女儿，这王姐是怎么回事？”我没有回答她，而是直接给她看了业主群里的守则。一些超出常理的诡异事情正在悄然发生着。突然，我妈猛地抓住了我的手。你听，外面是什么声音？走廊里传来了一种细微的咀嚼声，一种恐怖的念头在我心里产生。不会的，王姐怎么可能会去吃人呢？突然，门被砸得砰的一声，王姐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了猫眼外。小雅，我看到你了，我不会白拿药的，我给你带来了交换的东西。王姐的嘴角古怪的往上扬，嘴边沾染着一些黏腻的碎肉和暗红色的污渍。她拿来交换的东西正是隔壁年轻男人的脑袋。我妈吓得拿出手机就报了警。小雅，警察跟我说他们很快就会过来了，别害怕。门外的撞击声愈发强烈，王哥的声音突然响起：“老婆，你借到药了吗？外头在干什么呢？那么大声音！”王姐的头迅速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扭去，发出咔嚓一声。药啊，我找到了，这就拿给你。我长舒一口气，但同时又担心起王哥的安危。就在这时，我妈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叔叔打过来的。我说女士，没你这么戏弄我们的。刚才我们到你家里问你们什么情况，你们不说话就站在那里对着我们笑。怎么会？警察同志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们一直在家没看到你们来啊。没有弄错，你们当时笑得可瘆人了。行了，下不为例，再报假警后果自负。
电话被挂断了。我妈一脸恐惧地看着我。这时，门外再次响起了敲门声。你好，我们是来发放食物包的，请开一下门。我妈正要开门的时候，我连忙拉住了她。妈，不能开门，敲门声不对，有4下。你好，请开门拿一下食物包。我并没有打算开门，门外的工作人员语气逐渐变得不耐烦起来。开门，开门！这时，业主群的全员禁言被关闭了。我说你们的工作人员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开了门之后，他也不说话，就一直看着我笑，手里拿着的食物包也不给我。等等，操！这食物包里怎么是啊！语音在一阵惨叫后戛然中断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太吓人了，快说句话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大家，我刚看见了一只虫子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比起之前的语音，304这句语音的声调十分僵硬，根本不像同一个人。我心惊胆战地冲到了阳台，从我这个角度刚好能看见对面304住户的情况。304的男主人低垂着头站在客厅内，他的脚边放着一个白色的塑料袋，应该是食物包。他动作僵硬地弯下腰，从塑料袋里拎出一个他自己的脑袋套在头上。下一秒，男人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他快步走到窗边，整张脸都贴在了玻璃窗上面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。被你发现了，西西。我踉跄着回到了屋内。你看到了什么？吓成这样？我深呼吸一口气，摇了摇头，往门口走去。那个工作人员已经走了，只有一袋食物包孤零零地放在地上。等了10多分钟，确定没有任何动静之后，我小心翼翼地将门打开了一条缝隙，迅速将食物包拿了进来。正当我准备关门的时候，一只干瘦的手猛地伸了进来，我吓了一跳，是王哥。他瞪大眼睛，颤颤巍巍地用力抓紧了我的手。小雅啊，你说我怎么觉得脑袋轻飘飘的，那么不对劲呢？头疼的厉害，身上也疼的厉害，吃了药也不管用啊！我整个身体都冷了下来。王哥他的脑袋被啃咬的只剩了一半，肚子上破开了一个大洞，头好疼啊！我家老婆子给我吃了奇怪的东西，她说那是感冒药，可那不是药啊，是人啊，人的脑袋。可我当时怎么没看出来呢？我就那样吃了下去，结果老婆子说她饿了，我给她煮了面，可她还一直说饿，一直死死地盯着我。我妈看见王哥这个样子，吓得腿一软，瘫坐在了地上。我也吓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老王，我饿了。王姐嘶哑的声音从隔壁传来。王哥浑身一颤，他看了我一眼，最后松开了我的手，往自己家走去。我摊开手心，发现上面有一张血迹斑斑的纸条，纸条上写着一段话：你想起来了吗？这不是你第一次经历这件事情了。我想起来了，你告诉过我，如果我想起来了，一定要来提醒你，去看看房间里的日记本，还有小心。我困惑地将纸条攥在手心，纸条上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说我不是第一次经历这个事情了？还有房间里的日记又是怎么回事？我从没有写日记的习惯。王哥他又想起了什么？他让我小心什么？种种谜团在我心里猛地发酵开来。这时，我妈崩溃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小雅，那个老王他怎么会变成那个样子？那种样子根本就不可能是活人啊！妈，我们现在恐怕根本就不在现实世界里，如果不遵守规则，下场可能会十分可怕。还好我妈之前在医院上班，见惯了生死的场面，很快冷静了下来。我们打开了那袋食物包，发现里面有一袋完全没有标签的未知肉类，这袋肉发出了奇异的香味。好香的肉啊，一定很好吃吧？我想到规则里的第4条，若食物包里出现不明肉质，请勿食用。我连忙将肉扔进了垃圾桶。李经理再次在业主群里发布了新的守则，夜晚守则他们藏在黑夜里。10点之前，请务必将垃圾桶里的垃圾打包放在门口，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过来收走垃圾。2. 如果你的邻居变得很怪异，并即将对你展开攻击，请立刻戴上口罩。3. 睡前请消毒，酒精是透明的，如果看见酒精变成红色，立刻停止使用。4. 不要和穿着红色制服的工作人员谈话。5. 睡前请关好窗户，并拉开窗帘。6. 请保持房间干净，他很喜欢脏乱的环境。7. 衣柜里没有人，如果你听见了咳嗽声，立刻躲到床底下。8. 不可以在床底下睡着。9. 床底下没有眼睛。10. 半夜听到厕所里传来滴水声，请马上离开房间。11. 上厕所不可以开灯。那个，我想问问大家，你们的食物包里有没有一袋闻着很香的肉啊？守则上说了不能食用未知的肉，可我婆婆生病了，非要我煮这个肉，我拗不过她就答应了。
应该没关系的吧？听到这条语音，我心里猛地沉了下去。305违反了守则。不对，他吃的那不是肉，那是啊，救救我！紧接着是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，我惊的手机差点没拿稳。305是不是出事了？隔壁一直传来惨叫声。305和304怎么都来敲我家的门啊？他们看起来好像没事。305说刚刚自己是不小心摔倒了，但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他们哪里不对劲了。哎，等等儿子，不能开门。紧接着我听到了语音里传来了开门声、尖叫声，我急忙冲到阳台上，然后我看到304、305、306的业主都在客厅里站着，他们正动作僵硬地对我招手，我的头皮整个炸开了。我知道他们已经和王姐一样了。此时是晚上9点50，我连忙把垃圾打包好放在了门口，又看了眼王哥家的窗户，里面是黑的，什么也看不到。正当我准备进屋时，王姐出现在了窗户边上。小雅，你怎么不给我感冒药呢？药又吃完了，我也不见好，我去你家拿。王姐想要从窗户里爬出来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身体已经被恐惧压制的无法动弹。我猛地想到了夜晚守则第2条，如果你的邻居变得很怪异，并即将对你展开攻击，请立刻戴上口罩。对，口罩。王姐此刻已经从窗户里爬了出来，我颤抖着戴上了口罩。她的动作突然停住了，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后，又不甘心地从窗户里爬了进去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屋关上门的。我缓过神后，把刚刚的事情告诉了我妈。那王姐他们2口子都死了啊！我沉重地点点头。怎么会这样？明明之前都好好的。这时客厅里的座机突兀地响了起来。规则里不让接听客厅座机的电话，可我妈就像是被控制了一样，要去接电话。我想拉住她，可她力气很大，一下子就甩开了我。眼看她就要接起电话，我快速的把电话砸在了地上，刺耳的铃声戛然而止。我妈瞬间清醒了。我刚刚怎么了？我松了一口气，危机暂时解除了，就准备回房间睡觉。可走到我房间门口，才发现旁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多出了一个门，门缓缓打开，我爸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小雅，爸这一觉都睡迷糊了，睡到现在才起来。我踉跄着往后退了2步，惊恐地看着他。爸爸3年前就去世了，现在他又出现在我面前，可我妈却像是没事人一样。饿了吧？我给你做点宵夜吃吧。我是有些饿，不过不用给我准备宵夜，之前吃的那些已经吃腻了，我想吃点新鲜的东西了。爸爸注视着我，清白的脸上露出了僵硬的笑。那绝对不是我的爸爸，我能闻到他身上散发出的腐臭的味道。新鲜的东西，这里倒是有一个，嘻嘻。我妈说完也直勾勾的看着我，我紧张到了极点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连妈妈也会变得不对劲？我到底违反了哪一条守则？细想之间，我想起来一个被我忽略掉的细节，我家的挂钟几天前坏了，时间比正常的时间要慢个10来分钟，也就是说在我出门放垃圾的时候已经过了晚上10点，所以我违反了必须在10点之前将垃圾放到门外的守则。这时爸爸的脑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凹陷了下来，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袭来，我大喊道：我爱我家。爸妈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愣神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我以最快的速度往房间的窗户跑去。刚打开窗户，我爸就跑了过来，用力抓住我的胳膊，表情狰狞。小雅，你要留爸爸一个人在这里吗？我用尽全力挣脱了他，闭上眼睛大喊了一声我爱我家，就跳了下去，伴随着扑通一声身体落地。睁开眼，我却在自己房间的床上，妈妈守在我的床边，正在抹眼泪。看到我醒了，高兴地说：小雅，你醒了，吓死我了！你刚刚出门去扔垃圾，就一下晕倒在地上，我怎么都叫不醒你。后来来了一个穿着红衣服的人，他说他能帮忙让你醒来，还一直问我需不需要他帮助。但我记得那条不能跟红衣服的人搭话的守则，就一句话也不敢说。他见我不说话，表情变得越来越恐怖，还一直说没有他帮忙，你就永远醒不过来。我差点就要跟他说话了，可我还是忍住了。然后他收了垃圾就离开了。我松了口气，还好你没有跟他说话，不然我可能真的醒不过来了。睡前我想用酒精喷一遍房间，却发现酒精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猩红色，看来酒精是不能用了。我检查了一遍窗户，是关上的，窗帘是拉开的，房间也很干净，一切都没有问题。唯一让我担心的是王哥纸条上给我说的那些话，我以前似乎跟王哥说过什么，但我却一点都想不起来。看来只有找到那本日记，才能得到一些线索。最终我在床底找到了那个日记本，我激动地打开，里面的内容映入眼帘。当你发现这本日记的时候，
说明有人已经提醒你了。否则，就算这本日记摆在你面前，在他的力量影响下，你也会忽略他。只有杀死感染的源头，这一切才能结束。8月7号，我病得越来越严重，我开始出现幻听，总有一个奇怪的声音对我说话。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，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大家都在疯狂的囤药，但我们没有抢到药。8月9号、8月11号、8月12号、8月14号、8月17号、8月18号，我感觉妈妈变得非常的不对劲，她经常走神，又会突然转过来盯着我。今天半夜，我听到厨房里传来剁肉的声音，我出来偷偷看了一眼，却看到妈妈在剁她自己的肉。没错，我没有写错字，她就是在剁自己的肉。我一定是疯了，是我的病更严重了吗？8月19号，妈妈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异样，也没有受伤的地方，可我分明记得昨晚她将自己剁成了一块一块，装在了袋子里，说要把这些肉送给小区里的人。我想要提醒小区里的人，可已经晚了。最先吃下肉的是物业李经理，之后是小区里其他人。8月23号，这些天我一直躲在房间里，外面那个人绝对不是我的妈妈。我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但我知道她是造成一切感染的源头。该死，她开门进来了！救救我，快救救我！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。这本日记上的前面3句话的确是我的字迹，但后面的字迹并不是我的。王哥在纸条里说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这件事情了，但我却没有任何记忆。王哥让我小心的，难道是我妈妈吗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睡着了，半夜醒来时发现原本拉开的窗帘被拉上了，守则上说睡前一定要拉开窗帘。我迅速下床拉开窗帘，却发现有一件红色的衣服躺在地上。日记上说他很喜欢红色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刚刚来过。我环视四周，发现衣柜开了一条缝隙，里面黑黑的。衣柜里突然传来了一阵咳嗽声。夜晚守则上说衣柜里没有人，如果听见了咳嗽声，立刻躲到床底下。我快速的钻到了床底下，然后我听到衣柜门打开的声音，有东西从衣柜里面出来了。那东西走路的声音很奇怪，像是球拍在地面上的那种咚咚声。然后我看见我妈的脑袋朝下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正在看着我。我吓懵了，原来像拍球一样的咚咚声是我妈妈脑袋朝下倒立行走发出的声音。守则上说，若家人出现倒立行走或大笑不止等异常状态，请拨打工作人员电话。我连忙拿出手机拨打了电话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闭上眼睛，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睁开。我连忙闭上眼睛，然后就听到我妈焦急地喊道：小雅，赶快醒醒，你不能在床底下睡着。小雅，妈求求你，赶紧睁眼啊！可我自始至终都不敢睁开眼睛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妈妈的声音消失了，周围一片寂静。我才睁开眼睛，从床底爬了出来，妈妈不见了，衣柜的门也关上了。我躺回到了床上，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。小区里的广播循环播放着一句话：请所有业主前往物业处领取感冒药。我走出了房间，看到妈妈正在厨房里煮粥，见我出来，她笑着说道：我用昨天发的食物包里的牛肉煮了一锅牛肉粥，马上好了。然后我看到灶台上那个空的包装袋上面没有标签，我愣住了。我记得这个没有标签的不明肉类昨晚已经被我丢掉了，难道在我晕倒后，我妈又把那包肉捡回来了？我想起日记里的妈妈剁掉了自己的肉分给了邻居，那个没有标签的肉会不会就是……我突然感觉胃里一阵恶心，我去拿感冒药了。我急匆匆的来到了物业处，物业的工作人员把一盒感冒药递给了我。我回到家拆开一看，里面有4粒白色的，有4粒是红色的。守则上说物业发放的感冒药是白色的，如看见红色感冒药，请立刻冲入下水道。我连忙把那些红色的感冒药冲入了下水道。我妈此时也走了过来，她趴在马桶上，使劲的用手往里头捞着，直到捞出了1粒红色的药。我还没来得及阻止，她就塞进了嘴里。我头皮一下子就炸开了，我知道妈妈被感染了。我逃到房间里，瘫坐在地上。门外传来砰砰砰的敲门声。小雅，快开门！妈妈的声音刚开始还很正常，后面变得异常的尖锐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门被砸得摇摇欲坠，支撑不了多久了。日记上说，只有杀死感染的源头，这一切才能结束。难道妈妈就是感染的源头？小雅，
快开门，你该吃药了，红色的感冒药。我冷汗直冒，大脑一阵剧烈的疼痛。突然，我猛地一个机灵，一些被某些力量强行篡改的记忆，在此刻全部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。我分明没有妈妈，只有一个爸爸。这里不是现实世界，我也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在我第一次进入这个世界时，我误以为妈妈是感染源杀死了妈妈，可怪谈并没有因此而消除，所以真正的感染源并不是这个怪谈世界的妈妈。此时门被撞开，妈妈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，僵硬地朝我靠近。真正的感染源如果不是妈妈，那到底是什么？日记的内容再次浮现在我脑海里，我浑身一颤。难道真正的感染源是我自己？从我听到幻听到我眼里的家具变成红色，说明我已经被他给感染了。他感染了我，我又感染了妈妈，最后妈妈感染了整个小区，幸福小区的怪谈便诞生了。此时妈妈已经走到了我面前，我猛地就往厕所的方向跑去，那里放着一把修眉刀，足够我杀死自己了。妈妈察觉到我的意图，她死死地拽住了我的胳膊来阻止我，她的力道很大，我胳膊处一阵阵剧烈的疼痛袭来，我咬住牙，用尽全力往厕所的方向走去，然后肩膀处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，左手的胳膊被妈妈硬生生给拽断了，我差点晕过去。妈妈大笑了起来，这似男似女的笑声如同针一般扎在我脑子里。我知道如果我没办法嘎了自己，我也将会永远留在这里，被这个怪谈演变成他的一部分，让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。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来到卫生间，拿到了修眉刀，对他恶狠狠地说道：去死吧！下一秒，我划开了自己的喉咙，倒在了地上。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是在医院里。小雅，你醒了。爸爸站在旁边，担心地看着我。我回到现实世界了，我做到了，怪谈世界结束了。